你是否曾觉得，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唯有强大、硬气才能立足？你可能相信，展现能力、不露锋芒，才是生存的铁律。然而，有这样一种古老的智慧，它反其道而行之，告诉我们，学会示弱，你的人生之路反而会越走越宽广。在东方智慧中，强弱并非绝对，阴阳相生相克，刚柔并济才是大道。一味的逞强，就像一块顽石，虽坚硬却容易崩裂；而适时的示弱，则如流水，看似柔软，却能滴水穿石，无处不达。今天的乾坤说，将带你走进一个充满奇幻与冲突的故事，揭示3个看似示弱，实则蕴含巨大力量的智慧，让你的人生从此贵人不断，好运连连。在遥远的东方，有一个古老的王国，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将军，名叫雷霄。雷霄骁勇善战，武艺超群，从未尝过败绩。他坚信力量就是一切，无论面对敌人还是同袍，总是锋芒毕露，不容置疑。他率领的军队所向披靡，但他身边的谋士和将领却对他敬而远之，甚至有些惧怕。有一次，王国遭遇千年一遇的沙尘暴，遮天蔽日，连年的战火让民生凋敝。国师预言，只有找到传说中的天路石，才能平息灾难。雷霄将军立誓要独自寻得天路石，他带着最精锐的部队，傲然踏上旅途。他认为凭借自己的勇武，任何难题都能迎刃而解。一路上，他拒绝听取向导关于沙漠恶灵的警告，坚持走自己认为最快的路径。然而，沙漠深处的迷阵比他想象的更诡异。他遭遇了一群嗜血的沙怪，手下的士兵死伤惨重。雷霄孤身一人，在沙尘暴中迷失了方向。他的傲慢和逞强，让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。在东方智慧中，上善若水。真正的强大，并非一味的展现锋芒，而是懂得顺应、包容，甚至在适当的时候展现出自己的柔软。雷霄将军的困境，正是因为他不懂得这份示弱的智慧。那么，雷霄将军是如何在绝境中领悟这份智慧，并最终找到天路石，解救王国的呢？第一个示弱的智慧是无知之弱，虚心求教。在绝境中，雷霄将军偶遇了一位饱经风霜的部落长老。长老对沙漠了如指掌，也知晓天路石的传说。起初，雷霄依然骄傲，不屑于听取长老的建议。然而，当他亲眼目睹长老运用古老智慧避开一个个致命陷阱时，他终于放下了高傲，恭敬地向长老请教。长老见他真诚，便倾囊相授，为他指明了通往天路石的真正路径。如何实践？在职场或生活中，当你不懂时，放下身段，虚心向资深人士或专业人士请教。这不是承认自己无能，而是展现你学习的态度和对他人的尊重。第二个示弱的智慧是无能之弱，适时求援。长老告诉雷霄，天路石被一种古老的魔法结界守护，唯有众志成城，集众人之力，方能破除。雷霄深知自己无法独自完成，他回到部落，向他曾经轻视的副将、谋士，甚至那些被他无视的部落勇士，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困境和求助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大家并没有嘲笑，反而因为看到将军的真诚和谦卑，而感到被信任和重视。他们纷纷献计献策，最终集结成一支强大的队伍，共同前往。如何实践？当你遇到困难，感到力不从心时，不要害怕向同事、朋友、家人求助，承认自己的不足，这不仅能减轻自己的负担，也能让对方感到被需要和信任，从而建立更深的连结。第三个示弱的智慧是无争之弱，以退为进。在接近天路石的过程中，他们遇到了另一支也想夺取天路石的敌对部队。这支部队实力强劲，雷霄本可以凭借武力硬拼，然而他回想起长老的话，力量的尽头是包容。他选择了暂避锋芒，而是主动与对方沟通，阐述王国面临的危难，以及天路石对两方部落的共同意义。出乎意料的是，
敌军首领被雷霄的真诚和为大局着想的胸襟所感动，最终选择与雷霄携手，共同破除了结界，取得了天路石。如何实践？在人际冲突或利益纠葛中，学会适时的以退为进，放下争执。这不是懦弱，而是用智慧去化解矛盾，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双赢的局面。最终，雷霄将军带回了天路石，平息了沙尘暴，王国也恢复了生机。他不再是那个骄傲自负的将军，而是赢得了所有人的敬重和爱戴。他的身边不再是惧怕他的下属，而是真心追随，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伙伴。他才明白，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展露锋芒，而是懂得如何收敛，如何谦卑，如何在适当的时候优雅的示弱。高情商的处世之道不是圆滑，而是真诚的为他人着想，懂得水滴石穿的智慧，解锁更多东方智慧，为你的生活加满 buff， 顺风又顺水。